完美世界171集，10号开启天眼，居然用来透视青衣，青衣有什么反应？上集说到，在八珍楼，当民族和仙殿的人意识到他们被10号愚弄时，愤怒和杀意顿时弥漫开来。但10号以一己之力迎战了金翅大鹏和仙殿的强者们。战斗中，10号展现出了他惊人的战斗力，他不仅击败了金翅大鹏，更是将仙殿的强者们一一击败。与此同时，青衣也以他的实力轻松解决了民族的战将。最终，10号和青衣的胜利让所有在场的人对他们的实力和手段感到敬畏。10号更是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将金翅大鹏送入八珍楼，要求做成红焖金翅大鹏，以此来庆祝他的胜利。吃饱喝足后，10号与青衣一同踏上了寻找并终结仙殿传人的旅程。他们如同神眷侣般衣袂飘舞，纵天而去，消失在天际尽头，留下了桃花林中众人的惊叹与议论。10号的行动迅速而果断，他利用打神石的能力破解了通往仙殿传人闭关之地的神秘法阵。虽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曲折，但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正确的路径。然而，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，却发现那里并没有仙殿传人的踪影，而是出现了一只强大的龙血祖鳄。这只龙血祖鳄拥有龙血，是凶恶之祖，其力量之大，甚至能与10号硬拼数十招。它的存在显然与仙殿有着莫大的关联，很可能是仙殿传人的守护者或是奴仆。在一番激烈的交战后，10号凭借其超凡的战力和宝术，最终击败了龙血祖鳄。尽管10号和青衣未能立即找到仙殿传人，但他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了仙古界的震动，许多人都在关注着这场大事件的发展。10号的胆大妄为和强大实力再次证明了他无愧于荒之名，而青衣的神秘和强大也同样让人刮目相看。战斗结束后，10号和青衣在古洞中发现了仙殿传人留下的宝库，里面蕴藏着无数的珍稀材料和圣药，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而最令人震惊的发现，莫过于那可能蕴含着仙胆的石胆料。这种古老的奇石据说能够开启天眼，赋予拥有者超乎寻常的视力。10号利用石胆成功开启了自己的天眼，体验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他的视野变得无比清晰，能够透视万物，洞察本源。这种能力无疑将在未来的战斗中发挥巨大的作用。而青衣虽然也获得了石胆，但选择在更适宜的时刻使用，以期获得最佳的效果。10号天眼出城之时，还用它来窥视青衣，引发了青衣的羞愤和反击。最后10号和青衣准备利用古洞中的金色祭坛继续他们的追猎之旅。他们知道仙殿传人已经不远，而下一次的相遇将是真正的决战。10号、青衣和打神石在探索金色祭坛的过程中，逐渐揭开了仙殿传人闭关地的秘密。这个祭坛比他们之前遇到的任何法阵都要复杂，充满了古老的符文和力量，甚至与传说中的人仙有关。打神石通过对比石村中柳神布置的阵纹，发现了仙殿法阵的端倪，这让大家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敌人背后的势力是多么的古老和强大。10号和青衣对此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谨慎和重视。通过小心翼翼的尝试和计算，他们最终确定了仙殿传人闭关地的大致方位，并利用打神石重新布置的传送阵，勇敢地迈向了未知的征程。他们来到了一个充满毒虫的绝地，这里的环境极其恶劣，各种神虫横行，甚至天神都可能陨落于此。然而在这凶险之地，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株万毒神树。这株神树对于毒虫来说是至宝，而对于其他生灵则充满了致命的威胁。树上的果实据说能够让生灵力地成为天神，但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。在万毒神树的周围，他们察觉到了仙殿传人的踪迹，以及与柳神布置的法阵相似的守护法阵，这让打神石有了破解之法，为10号和青衣提供了进入仙殿传人闭关地的可能。10号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给仙殿传人一个惊喜，他想要在对方闭关的关键时刻给予惊吓。打神石怪笑道：“这样进去会不会把他吓个走火入魔？”10号说道：“走吧，他悬赏杀我，就是要如此对待，先下他个半身不遂。”10号利用丹炉作为保护，巧妙地穿越了毒虫和法阵的防护，而青衣则以清月焰和龙吟术准备应对可能的战斗。打神石则凭借自己对阵法的理解和经验，为两人提供了破解之法。在发现仙殿传人正处于深层次悟道状态时，10号和青衣果断采取行动，利用龙吟凤鸣的共振神音，成功干扰了仙殿传人的悟道过程，造成其严重受伤。仙殿传人在极度的不甘和愤怒中，被迫中断了悟道，身受重伤，不得不借助传送阵逃离现场。他的失败不仅是因为10号和青衣的强大，也是因为他低估了对手的智慧和能力。10号和青衣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神圣之物，包括悟道石和前贤的感悟笔记，更为他们在仙谷的探索和成长提供了宝贵的资源。10号3人喜笑颜开，外界的修士和仙殿的高层对这一结果感到震惊和愤怒。仙殿传人这位号称无敌的年轻至尊，竟然在未战先败，丢下了悟道石，这对仙殿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耻辱。而外界的议论和嘲讽更是让仙殿的人怒火中烧。就在这时，不灭生灵以星空印象的方式出现，他的霸气和力量震撼了所有人。
他不仅对仙殿发出了强硬的警告，更表明了自己对10号的支持和庇护，让所有想要对10号不利的人都要三思。仙殿传人在一个小千世界内默默疗伤，他将鲜血排出体外，小心翼翼地封印起来，然后吞下神丹，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伤势。他的心中充满了怒火和不甘，是要找回失去的尊严。紫竹林内，10号和青衣在打神士的帮助下，终于破解了法阵，取得了悟道石。这块石头的重量和神秘力量让10号感到惊讶，他们将其收入丹炉中，准备将来用于参悟和破关。回到青灵界，10号与八珍楼的老板交谈，幽默地提到了自己的红焖金翅大鹏，同时向仙殿传人发出了挑战。而仙殿传人在光明城发出了怒吼，挑战10号，誓要一决高下。最终，两位强者在青灵界上空相遇，10号以一句充满挑衅的话语迎接仙殿传人的到来，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展开。